看温度手作的频道。如果你是新朋友，这是一个关于所有编织大小事的频道，我是 Vivian， 欢迎你来收看。如果你是旧朋友，也非常感谢你再次回来收看我的影片。在今天第2集的影片当中，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件事。第一个是我正在进行中的作品，第二个是我完成的作品，第三个是我觉得有趣的小东西，最后呢是我的一些小推荐。目前我手上正在进行中的作品主要有2件，第一件是 Quincy & Co 出的 Perkins Cove 上衣，它的设计师是 Palm Allen。这件上衣是我跟 IG 网友互揪一起编织的上衣，它很适合夏天穿着。我使用的线材是 Quincy & Co 出的这一款意大利有机亚麻线。我觉得这款线材的品质真的还蛮不错的，可能是因为它的粘度够好，所以我在编织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岔开，不会有那种闭塞的感觉，编织起来蛮顺手的。那我使用的密度，我这边有一个我完成的试织片，这个试织片是10×10公分，密度是跟织图刚好一样，它是总共32排，每一排是22针。那这款线材我觉得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跟它号称下水之后会很柔软、很贴、很亲肤的感觉，真的是一样。因为我在下水之前，它其实有一点扎人，有一点硬。可是我下水定型之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织片，它其实看起来很软的感觉，很有弹性。我觉得完成的衣服真的会很适合夏天来穿着。然后我让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编织的进度。这款上衣是从领口往下织，大家可以看到，先看这个领口，它的领口很可爱，然后会有每隔几排会有一排这样子的花纹。目前我的进度大概是到这边，再过几排就可以收尾了。只是原织图上面的样本，它其实是7、8分袖，所以我不是很确定我要不要跟织图做一样长的袖子，因为夏天我很怕热，那只要是有袖子的上衣，我基本上是穿不太住，因为会流很多汗。所以我可能会考虑跟我这件上衣一样做这样子短袖的形式，就非常期待它完成的样子，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接下来呢，我进行中的第2件手织衣是 Shibui Knits 出的 Athens Tank， 它的设计师是 Shelly Anderson。这件背心是3月底我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号召的一个手织衣团织活动中的第1件手织衣。那之所以我会想要揪这个团织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看到我妹转贴的一篇文章，它是关于新竹某山区被恶意请到大量2手衣的新闻。我那时候真的很感慨，因为现在市面上可以看到比较便宜的衣服，不管是网购或是店里面卖的，品质真的不是很好，因为它价格要压得很低。然后呢，大家就因为它便宜，就买了很多自己不需要买的衣服，造成你的衣柜就这样子爆满。那连我这种平常不太会买衣服的人，我的钱都是拿来买工具跟材料，我都会有一些我平常不会穿的衣服在我的衣柜里面。可是你让我去店里面买衣服，我其实买不下去，因为我知道它品质不是很好，款式可能也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明明就会编织衣服啊，那为什么我不要织我自己想穿的衣服？为什么我不要用品质很好的材料来织呢？所以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就来织织看。可是我又觉得一个人没有动力，所以我就在粉丝页上面问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织。结果没想到还真的有人来参加，这样子就很感谢你们。
虽然现在大家进度有一点慢吼，不过大家一起织的感觉真的是还蛮好的。这件背心我用的线材也是 Shibui Knits 出的线，它也是亚麻线，叫做 Reed， 长这样。它跟刚才的那一款线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像锁链状的线材，很不一样。哦，刚刚我忘记跟大家说，那个Quincy & Co 的这一款线，它是叫做 Sparrow， 然后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很不一样。Sparrow 它的线材是比较有粘度的线材，所以它比较厚实。然后 Reed 它是锁链状，所以感觉很空气感，比较轻盈。但还没下水之前，其实都还是稍硬。所以在我做织片的时候，这次我的织片也跟织图刚好一样，它是10×10公分，然后它总共是36排，每一排是26针，长这样。不过它下水之前还是会比 Sparrow 的线轻柔，可是这个是下水定型之后，它就更柔软了，所以它也很适合作为夏天衣着的用线，我觉得还不错。那我目前的进度呢还 OK， 我已经织好前面后半部的那一片衣服。这件背心的织法是先从背部的那一面底下往上织，所以这个是背后的那一片，所以从下面往上织，大家可以看，就是一开始会有桂花针的那个边边，它这个边边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边，然后一直织到开始要缝合的地方就恢复成一般的平针，所以它是从背后开始往上织，然后这一件就会需要一点那个 shaping， 那个袖口，比如说袖口成型的部分，还有领口成型的部分。这两种技巧其实都是很基础编织衣服的技巧，所以我觉得新手也很适合先拿这件衣服来练习，因为你看，光是从底下往上织这么长的一个范围，你就可以好好的练习你的棒针手感跟那个密度，你可以把自己的密度练得很好。然后你又可以学到怎么样去 shaping 这个袖口跟领口，所以你之后再织其他的衣服，其实就不会太难了。那刚才那一件衣服，它比较没有 shaping 的问题，因为它的编织方法不一样，可是它的花样又是稍微比较复杂，所以我还是会建议新手先从这样子简单的背心开始织起。那织完了背面之后，我接着要再织前面的正面的那一片，到时候再把两片旁边做缝合这样子。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件赶快织完，我就可以度过炎热的夏天。大概就是我的进度就是这样。如果大家对手织衣团织有兴趣的话，我们在第一件手织衣的尾声，大概是这个月底6月底到7月初的时候，我会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公开第2件手织衣招募团织成员的讯息。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请大家不要错过这一个团织活动哦。接着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最近一个完成的作品。这个作品是一件披肩，它是我在3月份的时候参加英国的一个团织活动完成的作品。那这个团织活动的名称叫做 Impressionist Mystery Knit Along， 它是由 Helen Stewart 发起的团织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之所以会吸引我参加，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团支活动，然后它的内容很有趣。我们每一个人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必须要找一幅印象派大师的画作，或者是决定一个我喜欢的印象派大师的风格，然后根据那一幅画或是那位大师的风格来选择你想要编织的毛线的颜色，然后每个人要选三个颜色，就是三角线。然后呢，我们在购买织图之后，每一个星期只会收到一小部分的织图，所以我们在真正完成这一件披肩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一件披肩到底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然后 Helen 会给我们一个背景故事，就是为什么他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故事是什么。我先来展示一下我完成的披肩给大家看看。噔噔，很不错吧？虽然我已经不太记得实际的针数，可是它大概是500多针，真的很大件。然后我在编织的过程当中，最让我痛苦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蕾丝的部分。它其实没有很难，可是如果你没有非常非常的专心，比如说你看一个电视，不小心分心或跟别人讲话，很容易就算错针数，然后整个就是要拆掉重来。我这个部分重来很多遍，就是很痛苦，可是织完的时候真的很开心。然后我使用的线材我个人也很喜欢，然后它披在身上真的很好看，就是这样子，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件披肩。我会把所有我使用的线材跟 Helen 的一些资讯po 在影片下方给大家做参考。目前 Helen 她还有2个很热门的团支，一个是袜子的团支，一个是另外披肩的团支，大家都可以到我提供的链接里面去参考。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参加哦，因为我已经参加了。再来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有趣的东西。今天有趣的东西是一本叫做《Land》的杂志，是这个。这是一本我很喜欢的北欧杂志，因为它把他每次要介绍的作品都拍得好美，然后介绍的内容也很丰富。那这一本是第4集，第5集我已经预购了，它还在路上，所以我也很期待拿到它之后可以赶快看它介绍的各种内容。那第4集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件作品是叫做 Mongolia 的毛衣，是这件。这件毛衣真的很漂亮，我也很想赶快开始织它，可是因为台湾现在太热了，我打算再等天气凉一点再去进行它。那因为我很喜欢这本杂志，所以我其实也有收藏到第3集，只可惜第1集跟第2集目前因为出版社那边的关系不太方便买到，但是我有在考虑，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收集第1集跟第2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 Land 的官网上去看看。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有趣的东西。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推荐，就是刚刚前面我提到的，我参加的那个英国团支的活动 ，Helen Stewart 她的 podcast， 她的品牌叫做 Curious Handmade， 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虽然她没有拍影片，只有声音，她的 podcast 可以到她的网站上直接收听，或者是可以到 iTunes 去做收听。可是，就算只有声音，因为它的咬字很清楚，
然后对介绍的东西的描述也很仔细，所以你不会觉得因为没有影像而有什么落差。再加上他会在他的网站上面把所有他介绍的东西的连接都列在上面，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资源。我们也可以透过他的一些介绍，知道说现在他正在进行一些什么东西、什么活动，然后他对参加过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感想，或者是他使用的一些线材的想法，他都会分享给他的听众。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他，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看他的 podcast。那今天第2集的影片内容就到这边结束喽。大家可以发现我的那个背景光线已经变得很暗，因为现在已经我看一下是快要晚上7点了，因为我中间一直重拍，所以花了多一点的时间。大家看完今天第2集的影片之后，我也一样希望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帮我做一些留言，告诉我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是你希望下一集想要多知道哪一些的内容。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影片，也请帮我按个赞，帮我做订阅的动作。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今天的影片，拜拜喽。